边啊！你真的要人命啊！南少林俗家弟子方世玉求见。不见。哦，哎，等等，谁呀？方世玉。是老爷。哎，你让他稍等片刻啊！快去，在骑虎场，你马上把海宁那几个大户公子都给我找来，我今晚就让小红挂牌。早就听宝亲王提过方大侠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跟几个爷们一起去乐呵乐呵啊？阿弥陀佛，方某吃斋念佛，恐怕……哎呀，你是俗家弟子，有没有那些清规戒律的？再说是猫就会偷腥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让我想一下。好啊。回事啊？我家欠了温荣玉的高利贷，因为还不起，就被卖到了这里，说是送给什么王爷，他们要在送给王爷之前拍卖我，这都是温荣玉的主意，还要再卖个好价钱。好，你先跟他们走。不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啊！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碰你的。来，我猜到你会在这儿的，怎么这么烦呢？那就放人吧。放人？喂，我花了3000两银子买的，有本事你比我掏更多的钱呢。恩公救我！喂，这位姑娘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花了3000两银子买你回来，你不好好的伺候我，跟这个人眉来眼去的，你就不怕我生气吗？我说过，不许任何人动他。放手！嚯，我还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个人倒是挺痴情的。他们现在来收钱了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你跟我们一起走。走？我花了3000两呢，谁还给我？我答应过这位姑娘，绝不让任何男人碰她。我说到做到。他奶奶的，居然拿一张假银票来糊弄老娘！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你也不看看老娘是谁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上面的人给我听着！怡湖院的头牌金小红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多谢救命之恩。我这有1锭银子，你先拿着，此地不可久留，还是赶紧逃命去吧。师爷，你今天来的正好，你觉不觉得这广宁寺里颇有些刀光剑影的味道？刚才那位陆公子说，这里一会儿可能要打架。那就所料不差了。正好，我要看一看这场架到底怎么打。走，跟我到斋府。记着点啊，要知道命俗这些什么人？不管是什么人，咱们可以趁乱行动。往生极乐，冲啊！
坏事了，坏事了！我还没叫你们进来呢。所以才坏事了。抓住他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快走！走啊！陆公子，留下真名。天心月圆。好了，吃吧吃吧，我在上面加了很多佐料。哎，嫂嫂，你觉得那个红丽跟方世玉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看来关系肯定不一般呐。如果不是，他也不会阻止我们呐。但是他也曾暗中帮助过我呀。那就要问他才知道了。问你也是白问呢。小姐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在红丽回京之前呢，再抓他一次。还要抓他啊？师爷，今天对你动手的那2个人，贼眉鼠眼的，不像好人呢。这是我的过失，就算有什么过节，也不该轻易杀生。我从南少林出来之后，突然间遇到他们追杀，当时情况万分紧急，无奈之下，只好使出一套新学的掌法，却把其中一人打死了。哦，什么掌法？是我刚刚参悟的大悲金刚掌。你说的这种掌法，莫非是南少林的绝学？正是。哈，快为本王演示一下。王爷，时余献丑了。对，你原来的轻狂跋扈全都收敛了，人也生出桌子，真是好事啊。王爷过奖了。王爷小心。陆公子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你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王家的4公子，这天下之大，有哪个王家大富大贵，让你出入如此排场？连堂堂的江浙总督温荣玉都要给你磕头送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说，你已知道我。拿命来吧！且慢，看来陆公子也不一定是陆，一定另一身份，能否报上名来？本王不杀无名之辈。废话！方世玉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陆公子住手吧。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渊源相保的师爷，2位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坐视不管。你知道他是谁？知道，当今圣上的4皇子，保亲王弘历。他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方世玉，你非管不可！非管不可。好，今天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弘历，下
你没这么好的运气。王爷，哎，客官，点点什么？小二哥，先来碗茶。好嘞，一碗茶。茶来啦！小二，这位公子，小二哥，这茶我已经要了半天了，怎么还不给我上呢？快点啊！就来，这不马上就来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路过我这儿不给我上茶，却往那边走呢？这不是那位客官他先来的吗？胡说！明明是我们先来的，哇！你却不给我们上茶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？啊！我不跟你说了。你踩着我脚来，你先坐下，咱说道完了你就明白了。快点儿，这个杯子呢是我的，这个呢是他的，本来是我先进来的，然后他才进来的，这是我的茶，是我先要的茶，然后才是他要的，所以你要先给我上茶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看着，这个是我的，我的茶，你的茶。这样的啊？为什么喂？你怎么给他喝这个茶？哎，各位，好像这杯茶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啊！我不喝了，行了吧？啊，方世玉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也喝一杯吧。他们怎么了？晕倒了，有胆量你就跟我来一下。好啊，不知公子把我带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月影剑，你不怕我杀了你吗？在下跟公子无怨无仇，更何况我相信公子绝非歹毒之人，方世玉又怕什么？说的不错，我开始有点欣赏你了。谢谢。既然如此，公子为何还以剑相对啊？说，为什么要阻止我杀红令？当有人用剑指着公子的时候，公子还会跟人说话吗？更何况，你不怕让周围的人看到吗？俗话说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没经历过，你不懂。不错，不过站在朋友的立场上，我还是想劝公子不要再去对付宝亲王。你还会阻止？会。如果他要对付我，你会不会又像在广宁寺般出手相助呢？如果机缘巧合，世玉在场的话，一定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芸芸人海之中有千百万人，偶然相遇又能成为朋友，这份缘分不应该珍惜吗？方世玉，你在少林寺里待得太久了，这是事实。你倒要好好的掂量掂量，你究竟是怎么被逐出南少林的？哎，这个嘛，就用不着你替我担心了。三德我自然清楚，我是因为偷学武功，被师傅赶出了寺门。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不过师叔还是要记住，既然南少林能把你赶出来，北少林同样也能把您赶出去。哦，好啊！到时候三德我正好可以尾随云明大师前往南少林呐。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一直想到南少林去，学南少林的功夫吗？三德，究竟姓甚名谁，从何而来？到少林寺究竟想干什么？三德，在北少林还轮不到你这么放肆。哟吼，参谋长，你想跟我过两招？好啊，嘿嘿，来呀，哈哈哈哈哈，来呀，哎。
南少林俗家弟子方世玉来迎接玄真大师。方世玉拜见玄真大师。世玉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的确是个大人了，当年和你的祖父苗显一别，竟有15年了。那时你还是这么大个孩子。大师的音容笑貌，弟子也依然记得。来来来来，咱们到院子里去，让老衲看看你的武功进步如何啊！走走走走。世玉献丑了。世玉此次是奉旨前来迎接玄真大师到南少林的。玄北大师圆寂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这样吧，在寺内歇息2日，然后择吉日我们启程。是。师傅，弟子与世玉师弟一见如故，弟子想跟世玉师弟一起去，顺便谈论一下武功。玉明，你不是又想……弟子不敢。弟子深知义无止境，原本漆黑一团，弟子迫切想看到光明。大师，我和师兄一起去吧，我也很欣赏云明师兄的。好吧。是，大师。师兄请。正好此地无人，不如我们2个切磋一下。以我为由，点到为止吧。那好吧，我们点到为止。请。云明师兄，好身手，师愚佩服。师弟过奖了。
受委屈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云慧，你怎么照看师傅的？云明，不要埋怨云慧，她不会武功，怨她不得。大师，弟子去北少林这一路，曾经多次遭遇袭击，看刚才那几个人的身手，很像是他们。看来他们不只要对付你，至于他们也要对付我呀。是，不是我们无能，而是敌人太狡猾了。我一定要杀了方世玉，为我哥哥报仇！杀！你们两个就知道杀！你们要真能把方世玉杀了，也算你们俩有本事。一个方世玉的大悲金刚掌已经很难对付了，再加上一个玄真，实在是有点困难。我一定要为我哥哥报仇！你闭嘴！在来之前，我怎么说呢？要我们活捉方世玉和玄真，搞到藏宝图的秘密。还清楚啊！大师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两个笨蛋，留你们何用？你这还不懂？杀人灭口啊！求人不如求己，求神拜佛也不如求自己呀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弟，普照师弟。阿弥陀佛，几位兄长，何故如此开心？阿弥陀佛，方才有人通报，玄真师兄的法驾已经到了莆田县，大概明天就能到咱们南少林了。我们几个是想跟普照师弟商量商量，明天如何迎接做法事的事情。几位师兄年长，还是师兄们做决定吧。那好，我们这就看一看明天的法事该如何做，咱们到大雄宝殿商量商量如何？好，几位师兄前行，普照随后就到。南少林罗汉堂首座，普照拜见大师。原来是普照师弟来了。10年前嵩山一别，师兄仍是风采依旧啊。老了，师弟的英姿倒是不减当年呐。嘿嘿，得知师兄来继任南少林的方丈，又能随时待在师兄身边，随时聆听师兄的教诲，普照真是欣喜若狂啊！师弟过誉了，玄卑师兄走得过早了。佛门少一高僧，武林痛失高手，他留下的担子十分沉重啊。玄真我背的是战战兢兢，以后寺内诸事还请师弟多多关照。憋在心里，早晚会疯的。曹操，我
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啊？这个问题嘛，要看哪一方面了。你就不能坦白一点吗？爹娘死了10年了，我老嚷嚷着为他们报仇，可我都干了些什么呢？就连绑架狐狸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也失败了。小心！身上！白太官，为了躲你，我已经跑了整整3年了。可你还苦苦相逼，我虽有罪，可是我已经家破人亡了，你还要斩尽杀绝吗？呸！凭你也说斩尽杀绝？吕家150多口的肉抽坟，那才叫斩尽杀绝呢！不杀你，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师妹？不把你的人头祭在吕老先生的坟前，白太官誓不为人。哎呀！玄真大师，好了，可以喝了。多谢师弟。师傅，夜深了。这个时辰饮茶恐怕不易吧？您休息不好，明天还怎么赶路啊？这茶中有我南少林秘制的安神散，喝下以后，保你一觉睡到大天亮。你也来一杯。师兄，请。师傅，呀，你也来一杯吧，安神补气，笑颜如神。你也来一杯试试。这可是我南少林不传之秘哦。师叔，我云明是个粗人，向来都是沾着不记着，这茶还是留给您自己用吧。师师弟，师弟，云明师兄什么事啊？我师父身体有些不适，听说你精通医术，想请你前去。好，走。什么味道？阴雨天湿乎乎的，是霉味儿。好，看来这家客栈的生意不会太好。是啊，这边请先。是。你师叔到哪里去了？弟子刚刚去过师叔的房间，他不在。他会不会已经提前回少林寺通报去了？
恐怕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诸位久等了。请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快入寺。请2位师叔祖给方丈疗伤。果然是你下的毒。我知道你怀疑我，可你知道，那安神散是你师傅要的。再说，那茶我也喝了呀。茶里确实没有毒。你下的那些粉末，也许真的是什么安神散。问题出在了杯子上。你事先在我师傅的杯口上下了毒药，所以只有他一个人中了毒。哼，大师，你既然敢做，为何不敢当？你血口喷人！放心，我是不会告发你的。我只是想让大师知道，我这个北少林的和尚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话应该我问你的。你想干什么，我就想干什么。大师，您好点没有？石玉，辛苦你了。您没事就好。幸亏普照师叔请出了寺里的几位师叔祖，您才会复原的这么快。石玉啊，我这次中毒，好奇怪呀。大师，世玉不敢妄言，有些事情确实很蹊跷。接您法驾南下这一路，我们不断被人追杀，现在您又中了毒，似乎是冲我们南少林来的。依我看，恐怕是有人不想您接掌方丈之位。不用看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由他去吧。大师，莫非？佛曰：不可说，不可说呀。何方高人，竟敢来少林寺撒野？师叔也算得道高僧，怎么还会做出茶中下毒此等下流的事情呢？呸！你血口喷人！师叔既然不怕追查此事，那小僧就告辞了。等等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们师徒2人虽有皇帝敕命、玄卑大师的遗命，可我们毕竟远来是客，不如你们南少林根深叶茂。俗话说，远来的和尚好念经。请大师还用帮忙。师叔已是罗汉堂的首座，若能助云明成为少林36房住持，你我联手，那南北少林就能精诚团结，这少林大局可稳，大义可定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个位子。彼此。好，
们就来个君子协定，只要你助我当上方丈住持，这36房的住持非你莫属。大师可要记住今晚说过的话。当然，不过你也别忘了你自己说的话，咱们同进同退。这少林36房住持人选，今天大家就议一吧。方丈，这36房的住持，按照惯例，应该是佛学、武功均为上乘之选的出色弟子才有资格。首先是这武功该是最高强的，其次则是人望。这论武功，自然是最近刚刚修成了大悲金刚掌的俗家弟子方世玉为魁首，但论起佛学，则是以云明法师为个中翘楚。云明法师又是北少林罗汉堂的首座，佛学人望，寺内无人可比。所普照认为，以云明法师为最合适的人选。好，云明出来，实在是不敢当此重任。世玉与云明均为我少林优秀弟子，实在是难以取舍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二人比武切磋一下吧，然后再解说一场楞伽经。胜者出任36房住持，想必全寺众僧自然会心服口服啊。按照寺规，36房住持候选人必须参拜历代犯过错的诸位高僧，以为警惕。什么味儿？有股糊味儿。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。出来吧，小子！这门是铁的，窗户呢也是铁的，这是戒律啊，大师。3人一步，将门铺开。好。是阿弥陀佛，我们非要阿鼻地狱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真是我少林不幸啊！你们是人是鬼？普照，你大逆不道，犯上作乱，先派人劫杀方世玉，后又派人毒害玄真大师，为求方丈之位，你竟然使出江湖上最下三滥的人也不屑使用的招数。说，该当何罪？你们是鬼，是鬼！普照啊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在古庙中劫杀我的3个人，为首的就是你。我在客栈点醒你，可你仍然是不悟啊！哼，你也不想想，玄真大师何等修为，就凭他，你耳音就可以分辨出你的武功家术，知道你是南少林普字辈的人。他怎么会不知道那蒙面人就是你呢？这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师兄，我以身试毒，试图再次点醒你，可你却变本加厉。师兄，我揭发，是你的徒弟云明跟我一起合谋的。我们有约，
先杀死你和方世玉。这方丈的职位是我的，36房的住持是他。佛祖可以作证啊，师兄。我自幼跟随大师20余年，岂能跟你这等卑鄙小人为伍？我那么说是在试探你，没想到你真的起了杀心。长白寇，老子好不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师傅，该如何处置这个佛门败类？我佛慈悲，上天也有好生之德，就把他关在戒律院所属的司拐吧。不，我不去司拐，玄真，我不去司拐。方世玉，你们喊我方丈，喊我方丈了啊！我不会放过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停！公子，何必苦苦相逼？你说苦苦相逼？公子可是逆贼吕留良的门人弟子。住口！你不配提他老人家的名号。见过大哥。兄弟，这次我们又有事，好久没出动了，请大哥吩咐。这次我们一起出动，去杀一个人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值得我们兄弟一起出手？南少林36房住持，再加上一手大悲金刚掌。什么人？一山难容二虎，方世玉。
本人乃海宁关西镇主，绰号镇关西，没别的爱好，就爱惹是生非。听说有个小女子在海京城撒野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今天我让你看看镇关西的厉害。姑奶奶，我不想当鲁智深，可今天你非要逼着我3拳打死。啥呀？好，拿命来吧！三脚猫的功夫嘛！你打得好，狠狠的打！哎，公子，该你了，上啊！上！听姑娘说话的声音有点耳熟，不知能否摘下面纱来一看。喂，你这找的也太无理了吧！这种无理之辈，还不使劲的教训他！老师，4招做打不够，假装很好，我认你。好。喂，你干嘛突然停下来？你追了很久了。方世玉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卓灵嘛。送信的大师只是刚刚进入树林，却突然发现两侧的大树不停翻倒，显然中了埋伏。大师武功高强，推开袭来的大树，小和尚加紧步伐，却发现树木翻折更加密集。师傅推开2棵后，已无法安坐轿上，可苦了下面的脚壁僧，被大树砸得人仰马翻。饶大师武功高强，还是中了一记大闷棍，吐出血来。祸不单行，万箭齐发，无数火箭射来，4名小和尚已入火海，根本无法躲避这歹毒的连环计，惨绝人寰。大师武功加煞，使出少林72绝技的加煞伏魔功，他左抖右闪，可火把过于密集，一脚还是着了火。他索性脱掉袈裟，此时翻身出现一名黑衣人，抛出钩索缠住大师的脖子。大师左手抓紧，敌人已突袭到近前，拖着和尚要勒死对方。大师用力跟随步伐，可不妙的是，又出现2名杀手。大师扯回钩索，眼力击退2名新对手，剑息一出，背后杀手使出全力勒紧。大师不愧为南少林魁首，内力使出，扯断绳索。他精通少林各项绝艺，一人对抗3名劲敌，不落下风。他挥出3记重掌，紧接着一招金刚腿，踢飞一个，另一名挺出钢刀打在一起。可这只是诱敌，两侧钩索再次抛出，并带有锋利前掌。黑衣人突袭背后，大师咽喉再次被绑缚，背部也被钢爪插入。他抖擞精神，击退2名卑鄙小人，2名黑衣人拽紧绳索，大师被拉起，奋起最后力气，连续踢出金刚12路腿法，虽逼退敌人，可密函也从僧袍中滑落，所有人都被密函吸引。大师得到喘息之际，一落地，他不假思索把密函踢入火堆，可自己也再次被擒中。黑衣人不顾火势，抢救回密函，另一人架好宝刀，一记直捣黄龙。南少林36房住持下线，打到了吗？大师竭尽全力烧掉一半。可怜大师一身惊人异业，没逃脱恶人连环陷阱。大师正是南少林36房的主持，受方丈之托给皇上送信，如今却遭此横祸，必须有德才兼备的人顶上。至于36房住持，我想让世玉来接掌。小和尚受方丈命令来找闭关的方世玉，他打开推门，放入美味的斋饭，一把抓住师兄手腕。主持方丈要见你，让你提早出关。可对方是个武士，正研习少林绝艺，大悲金刚掌，根本不理会师弟。只见密闭室内摆放着金光熠熠的18罗汉，方世玉
玉是少林寺青年一辈的翘楚，少年时代顽皮冲动，经过几年系统正宗的修炼，心性已经沉稳持重，功力也是突飞猛进，金刚掌即将大成。这个大飞金刚掌为什么还不行？到底差在哪儿？可此时正值多事之秋，李不容闭关习练，转眼少林的2号人物普照大师赶来。是，方丈大师让你提前出关。可里面的方世玉冲关之际充耳不闻，最后时日无多的方丈出马。听完师弟的汇报，方丈挥出双掌，在胸前飞舞，不断积蓄内力，气运丹田。这声响，方世玉也只能捂住耳朵，闭其锋芒。方世玉终于出关，见到方丈最后一面。可方丈几近油尽灯枯，临终前，他任命世玉掌管36方，并拿出度牒。你要好好的带到北少林去，并且护送玄真大师前来南少林寺继任主持。说罢，方丈沉元已了，圆寂归天。方世玉也开启了新的征途。小伙刚把茶杯递到嘴边，岂料下一秒背后竟闪出一人，二话不说劈出7形钢爪，隔壁又砸出钢鞭。小伙身法轻盈，柔身上扬。喂，跪我瞅着干什么呀？拿人钱财替人受罪！3件兵器一齐攻倒，小伙背身360度后劈出木桌，倒地的3人竟然没有知难而退，反而冲上前来。小伙便是下山接人的方世玉，多年的少林寺修炼，精通各种武功及兵器，冰铁钢鞭、7形钢爪和3叉戟根本不在话下。转眼3个毛贼已被撂倒，可一人还不死心，快笼里掏出另一件奇门兵器。方世玉听声辨位，闪身躲过，一脚踹飞敌人，抢过对方兵刃，来了套9结鞭教训，当真行云流水，潇洒自如。这便是失传已久的时代在照顾。敌方的兵器层出不穷，又掏出银色短枪，这里简直是兵器库。开山斧、狼牙棒相继出场，这2样重型武器一出，小伙也不敢轻敌。他连续躲闪后，一脚踢开狼牙棒，躲过下劈斧头后，回身踢开对手。结果更炸裂的来了，小伙徒手接住后，终于发火了。你们真的要人命！3大重型武器一起发难，小伙已经无法点到为止，他必须使出霹雳手段。敌人干脆抛出大力金瓜锤，是时候出绝招了。他挥舞双掌，运使内力与双臂，左右挥掌，正是少林72绝技大飞金刚掌。敌人如何尽受得住？被击毙的是几人的大哥。小伙也没想到自己的金刚掌如此强悍。我要给你报仇！有仇必报的2人，下午就光明正大的埋伏在方世玉的必经茶馆。小二哥，先来碗茶。好嘞，一碗茶。2虎、3虎显然对茶楼情有独钟，2人已经定下天衣无缝的计划。3虎从胸前掏出一个纸包，光明正大的从大堂经过，来到后厨。哟，客官，有什么事您吩咐啊，还能亲自来一趟，什么事啊？小二没想到自己的殷勤招呼换来的是一个电炮。3虎把3氯氰胺粉末倒得满满半满，紧接着用96度开水冲泡好。刚要送给方世玉，方世玉刚要接茶，却被隔壁桌的公子截胡，话里话外便是声讨茶楼服务不周，自己先来的要先喝茶。他与小二3虎不停争执。这不是那位客官他先来的吗？3虎不管这套，一心迎送3律香茶，不想右脚已被死死踩住，公子抢过茶盘。这个杯子呢是我的，这个呢是他的，本来是我先进来的，然后他才进来的。这是我的茶，是我先要的茶，然后才是他要的，所以要先给我上茶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看着看着，这是我的，我的茶，茶。公子随即取了一碗，灌入3虎口中，还捏住对方鼻子。喂2虎不能坐视不理，和仇家方世玉一同赶到。方世玉，我要杀了你！结果也被公子灌了一碗香茶，没想到2人竟纷纷晕倒。他们怎么了？连续喝不到茶的方世玉终于安全抵达北少林，他此次正是为接引玄真大师回南少林住持。世玉，原来玄真大师与其祖父苗显颇有渊源，转手便邀请世玉展示武学造诣。方世玉经南少林的打磨，武功突飞猛进，铜筋铁骨，拳出如雷。少林拳法融合虎鹤双形，刚猛中暗藏杀招，下盘地术，模仿狗斗的绞杀技，专破武当高腿，花拳变招，劈掌如斧，挂掌4变，看得何似僧众，如痴如醉。不过这倒引起方丈一旁的云明大师的强烈关注。神医只是扒一下病人的上眼皮，就立马出手，连续戳中病人的胸大肌、胸耳肌，紧接着取出木锤和木尺，朝着胸大肌锤了9981下，然后用滚轮滚了3滚，推远病人。打死人了！神医2手齐上，敲完前胸敲后背，打得病人死去活来，看得其他病人只想逃跑。神医敲累了之后，一记摆拳，病人晃了几下脑袋，吐出血来。这下病人如何还敢就诊？争先恐后的往外跑。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一旁的老仆却不为所动。没事了。真的很舒服哎！这时，一名助手在神医旁耳语2句，神医立马要求关门谢客。伙计刚要关门，一只黑色的不明飞行物飞入场中，直直砸在衣桌之前，正是一只漆黑的棺材。这一变故，神医很是猛劈，来人飞身跃到棺材之上。神医虽然能妙手回春，可医治死人绝无可能。上面的公子如何肯放弃？那药膳是吃不死人的。
今天本公子就是为他们来讨回公道。说罢，一脚踹飞棺材板，神医匆忙躲到防空洞下，把里面的假死人吓了个半死。紧跟一脚，二人如恋人般抱在一起。公子飞身踩住神医，别欺人太甚，为应某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！听完对方回复，公子放了对方，反而朝一旁扫地老仆走去，只一脚。你干什么？原来这佝偻老仆身怀武功，两人过了几招，公子一把制住老仆。哎呀，要了命了！哇！二人来到后堂，原来公子求医是假，找人是真。要怪就怪你的徒弟太不成器，每说一句话都要看你一眼。曹太虚叩见四小姐。曹太虚原为他的家臣，深受其父的恩惠。我娘不见了。等等。曹太虚挪动花盆，花盆一转，后面的壁画一动，他取出一柄古色古香的宝剑。四小姐说出前来的缘由，劫杀宝亲王。一见曹太虚不干应承，四小姐拔剑相逼，曹太虚只能虚与委蛇。第二日，提前安排的樵夫拦住了宝亲王的轿子。闪开，闪开！我不挡道。没想到王爷颇为大度，安排手下扶车，这样正中下怀。众侍卫刚一扶车，两侧巨大圆木飞来，击中侍卫。后排的护送官兵也陆续遭遇巨猛攻击，这下变故太过突然，整个队伍人仰马翻。没想到一波未平，一波再起，无数冒烟的竹竿飞来，把官兵当作移动标靶，不停攻击，正面杀来一众蒙面人。就这样，蒙面人与官兵战作一团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与满清卫士相斗，不落下风，显然筹谋已久。逐渐凭借人数和武力优势，蒙面一伙占据主动。主人，狐狸在哪儿啊？可能他就在里面。二人窥算王爷在轿内，提前安排的钩索派上用场，按照提前演练的，分四面八方勾住轿子。四人用力一拉，果然一名王爷打扮的人出现，并加入战团。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二人直捣黄龙。这个王爷武功劲子不弱，与两名高手对敌仍可自保。这时，一名勇武士兵忙来救驾，一套地堂刀法逼退二人，劈中地上钢刀。蒙面的曹太虚更是险象环生。四小姐察觉有异，上前与勇士斗在一处。四小姐武功精熟，没想到这名士兵对付四小姐的同时仍有余力。危机关头，地方官兵姗姗来迟，人太多了，走吧。蒙面一伙溜之大吉。参见宝亲王爷，小的护驾来迟，王爷受惊了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宝亲王弘历果然文武双全，算无一策。他把双刀一筛，显然是动了震怒。爱爬墙的姑娘扒开一块青瓦，紧接着放入一只铁钩，铁钩不断下落，在宝剑前停住。她稍微调整角度，轻轻抬起，宝剑不断被拉起。姑娘缓缓拽起绳索，伸出左手，从空隙中取出宝剑，目标得手。姑娘忍不住把玩，刚要离开，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，青瓦不停下滑，稳稳落在内院中间。有贼！是不是？帮众们不断呼喊报警，帮主也跑了出来。姑娘跑到街中央，后面一群男人不停追逐。转眼间，女子奔至湖边，帮众赶到，二话不说，挥出宝刀。姑娘武功高强，三两下打倒前面的帮主，如何能忍？站住！你再往前走，我把仙女剑给扔了。帮主是个老江湖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么贵重的宝剑，我能把它放在外头啊？姑娘做事扔剑，没想到姑娘刁钻任性，真把宝剑抛入湖中。宝剑入水，一众人马都去捞剑，女子趁乱逃离。缓过劲来的帮主看着刻舟求剑的手下，发誓要手撕了女子，为掩人耳目。姑娘蒙面参加比武打来，不想人群中却见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可第一个对手已经被推了出来，他飞出一脚，对方直接跪倒，接着一套连续腿法，对手直接飞出舞台。一人推开群众，飞身上到擂台，显然是个练家子，自报家门。本人乃海宁关西正统，绰号镇关西。奶奶，我不想当鲁智深，可今天你非要逼着我三拳打死。此时台下的方世玉认出了女子的声音。好，拿命来吧！姑娘依旧是招牌的燕子三连踢，对方武功也不是盖的，使出劈挂通臂拳，可对方一格打，仿佛打到铁块一般。镇关西不肯服输，再次攻上前来。姑娘一把抓住对方胳膊，原来姑娘肩膀上布满铅字，镇关西的大臂流出鲜血。姑娘趁热打铁，一脚把对方踹出10万8千里。这时，第三个对手缓缓走来。这样你说的。方世玉上场就要对方揭开面纱，姑娘哪里肯摘，出拳逼退对手后，再次用出擅长的腿法。可方世玉毕竟是武林翘楚，可姑娘哪里肯服输，运起铁布衫的硬派功夫，与方世玉以快打快。巨响传来，即便外练筋骨皮的方世玉也连连甩手，可姑娘只是尽情嘲讽挑衅。方世玉已看出对方门道，他闪过攻击后，抓住姑娘右臂，用力一个魔力转圈圈，抓住左臂后，双臂不停磕碰，场中呻吟声连连。女子使出12分力气摆脱后，方世玉的挡风已到面门，他无奈露出其中玄机，却是2块纯铁护腕。事到如今，只能纷纷摘下。可女子还不认输，提出2脚后，使出背身靠，要再次利用尖刺制敌。可方世玉力大如牛，另一只手扶住姑娘蛮腰，已经制住女子。不挡错误，假装逃跑，我追你。好，没想到方世玉如约逃跑，二人你追我赶，来到石桥。方世玉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卓灵嘛。得知事情经过的方世玉来到湖中，一个猛子下去，竟真找到遗失的宝剑。东帮主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先将仙女剑完璧归赵，化解了这场纠葛。